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本期视频内容均基于真实资料整理，力求客观呈现。视频画面未使用AI生成，仅封面由 Canva 制作。我们始终希望通过内容传递温暖与正能量，陪伴大家感受更积极的生活。张翰和赵丽颖的新瓜爆了，姐妹们，大家好哇！最近一条关于《杉杉来了2》的消息突然冲上热搜，瞬间点燃了无数网友的回忆。很多人看到张翰、赵丽颖原班人马回归的消息后，第一反应都是爷青回了。毕竟2014年的《杉杉来了》承载了太多人的青春记忆。当年的张翰饰演霸道总裁封腾，依据这片鱼塘被你承包了，直接让他获得了堂主的称号。而赵丽颖饰演的薛杉杉，软萌可爱，又有点小迷糊，尤其是那个爱吃东西的形象，让很多观众记住了这个甜甜的小姑娘。两人在剧中的互动，也成为不少观众心中的甜宠剧经典。鱼塘夫妇一度火遍全国，所以当《杉杉来了2》仪式开拍的消息传出来后，网友们自然激动了。有消息称新剧会由张翰、赵丽颖再次合作，甚至还有爆料说6月底已经开机，并晒出了所谓的现场路透图。更有营销号表示，剧情将围绕两人婚后的职场和家庭生活展开。一时间，这个消息越传越热，相关话题阅读量迅速突破5亿，不少老剧迷纷纷留言，终于等到他们回来了。毕竟，对于很多观众来说，《杉杉来了》不仅是一部电视剧，更像是一段青春回忆。不过，经过多方确认，目前并没有任何官方消息证明《杉杉来了2》已经立项，也没有看到出品方、演员工作室或者原著方发布相关通知。影视项目备案信息中也没有对应的新剧记录。所谓的开机照、签约现场图片场路透，后来也被发现大多来自网友二创，甚至有部分图片疑似通过AI技术生成，并不是真实拍摄现场。换句话说，这次所谓的续集开机，很可能只是一次围绕情怀打造出来的热门话题。其实，了解原著的观众应该知道，《杉杉来吃》小说本身的故事已经比较完整，正文部分已经完成了主要人物关系的发展。虽然有一些番外内容，但想要单独扩展成一部长篇电视剧，并没有那么容易。而且，从张翰和赵丽颖目前的发展方向来看，两人再次回归拍摄一部传统甜宠剧的可能性也并不算高。赵丽颖这些年的转型，大家有目共睹。从早期的甜美少女角色，到后来挑战更多复杂人物，她已经逐渐走向更成熟的演员路线。如今的她更注重作品质量，也在不断尝试更有深度的影视项目。张翰同样在努力摆脱过去霸总男主的固定印象。近年来，他开始接触更多不同类型的角色，也在话剧舞台上不断磨练自己的表演能力，希望证明自己不只是那个电视剧里的总裁形象。这些年，甜宠剧数量越来越多，但不少作品剧情套路重复，人物设定浮夸，甚至为了制造话题而忽略内容质量。观众看过很多类似作品，却很难再找到一部真正让人记住的爆款。所以，当《杉杉来了2》的消息出现时，很多人的期待其实不仅仅是期待张翰和赵丽颖再次合作，大家期待的是曾经那种认真讲故事、有真实情感、有角色魅力的电视剧。虽然目前来看，《杉杉来了2》大概率只是一个美好的误会，但这场热议也说明了一件事：观众从来不缺少期待，缺少的是值得期待的好作品。与其不断翻炒旧 IP， 消费观众情怀，不如把更多精力放在剧本创作和演员选择上。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只是因为演员曾经年轻，而是因为作品本身真的打动过人。看到《杉杉来了2》冲上热搜的时候，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第一反应不是怀疑真假，而是心里突然涌起一股久违的熟悉感。那部陪伴无数人青春的《杉杉来了》，
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眼前。张翰饰演的风腾霸气却不失温柔，赵丽颖饰演的薛珊珊单纯善良，充满治愈力。两个人共同塑造了无数观众心中的经典荧幕情侣，也留下了那个属于甜宠剧黄金时代的美好记忆。正因为如此，当网络上传出两人将携手拍摄《杉杉来了2》的消息时，网友们才会如此激动。大家期待的并不仅仅是一部续集，更是在期待青春能够再次重逢，期待曾经带给自己快乐和感动的人物重新出现在荧幕上。短短几天时间，相关话题便引发巨大关注，足以说明这部剧在观众心中的分量依然没有随着时间而消失。不过，随着越来越多信息被核实，事实也逐渐浮出水面。目前并没有任何官方渠道确认《杉杉来了2》已经立项，也没有演员工作室、制作公司或相关平台发布正式消息。所谓的开机照片、路透画面，大多属于网友2次创作，甚至还有部分疑似利用 AI 技术生成，并不能作为真实依据。因此，这次轰轰烈烈的续集开拍，更像是一场因情怀而诞生的网络热议，而不是已经进入制作阶段的新项目。其实冷静下来仔细想想，这样的发展反而更加符合现实。原著《杉杉来吃》的故事本身已经相对完整，后续番外虽然存在，却很难自然延伸成长篇电视剧。如果只是为了续集而续集，很可能不仅无法超越经典，反而容易消耗观众对原作的喜爱。尤其是赵丽颖这些年的变化，更让人觉得她已经走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从花千骨的灵动，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沉稳，再到风吹半夏幸福到万家等现实题材作品，她一步一步完成了从偶像演员到实力演员的蜕变。如今的赵丽颖更愿意把时间留给真正能够打动自己的角色，而不是停留在过去已经成功过的舒适区。正因为不断挑战新的类型，她才能一次又一次带给观众惊喜，也让大家看到演员真正的成长，不是重复成功，而是不断突破自己。同样，张翰这些年也一直在尝试摆脱霸道总裁的标签，希望通过不同类型的角色证明自己的更多可能性。对于演员来说，经典角色值得怀念，但人生不能永远停留在同一个角色里。不断探索，不断成长，本就是演员职业道路上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正因为如此，我反而觉得，如果《杉杉来了2》真的只是传闻，并不一定是一件遗憾的事情。有时候，最美好的回忆就应该停留在最美好的地方。那些曾经让我们心动的剧情、熟悉的人物，以及陪伴青春的感动，都已经成为经典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足够优秀的剧本，没有真正能够超越前作的内容，那么勉强推出续集，未必能够再次创造奇迹。这次热搜真正引发大家讨论的，其实不是一部电视剧，而是观众对优质作品的渴望。当越来越多套路化、同质化的影视剧不断出现时，人们才会如此怀念那些认真讲故事、认真塑造人物、真正能够触动人心的作品。经典之所以能够被反复提起，从来不是因为演员年轻，也不是因为流量有多高，而是因为它曾经真实的陪伴过一代人的青春，在无数人的记忆里留下了难以替代的位置。如果未来有一天，张翰和赵丽颖真的再次合作，相信大家依然会送上最热烈的掌声。但相比重复过去，我更希望看到的是两个已经成长许多的演员，在新的故事里碰撞出新的火花。毕竟，真正值得期待的，从来不是情怀本身，而是能够超越情怀，再次打动观众的一部好作品。而对于赵丽颖来说，她这些年始终坚持用作品说话，用角色证明实力，这份不断向前的勇气，也正是越来越多观众持续支持她的重要原因。赵丽颖经纪人张磊火速离职，闺蜜刘珂临时顶上暂代经纪人。赵丽颖经纪人张磊突然卸任的消息传出后，很快冲上了热搜。短短几个月的合作结束，
外界最关注的不是为什么离开，而是谁来接替这个位置。目前来看，张磊已经在2026年6月底阶段性卸任，而在新的专业经纪团队正式确定之前，陪伴赵丽颖多年的好友刘珂暂时顶上，负责过渡阶段的经纪事务。这场变动的核心其实就在2个关键词上：时间和性质。张磊的卸任时间发生在2026年6月底，直到7月8日前后，相关消息才被曝光，引发外界讨论。不过，从公开信息来看，双方对此的定义都是阶段性卸任，并不存在外界猜测的矛盾冲突，也没有所谓撕破脸的情况，更像是一场经过沟通后的体面调整。回看张磊和赵丽颖的合作，两人的牵手时间并不算长。2025年10月，双方正式官宣合作，当时外界普遍认为，这次合作的重点是帮助已经拿下飞天奖、金鹰奖双料视后的赵丽颖，进一步补足电影资源和高端时尚领域的发展空间。张磊本身在电影资源和商业资源方面有一定经验，他加入之后，确实推动了赵丽颖在大银幕和品牌领域的进一步布局。至于为什么会在这个阶段结束合作，外界更多倾向于认为，双方最初设定的阶段性目标已经完成，而未来的发展方向可能出现了一定差异。毕竟对于赵丽颖这样的演员来说，事业走到如今的位置，已经不是单纯靠资源堆积就能继续突破的阶段。下一步怎么走，比谁能带来多少资源更加重要。当目标不同、规划不同的时候，及时调整合作关系，反而是一种成熟选择。而在新经纪团队还没有完全到位之前，刘珂的出现也成为了这次过渡期最大的关注点。据了解，刘珂和赵丽颖相识多年，两人是在事业早期逐渐建立起深厚关系的伙伴。早年间，刘珂还曾担任过赵丽颖的造型师，一路陪伴她从新人时期走到如今的位置。这一次刘珂暂时代管经纪事务，并不是长期任命，而是一种短期过渡安排。目前赵丽颖方面仍在接触新的专业经纪团队，后续会进行正式交接。这样的安排其实也符合赵丽颖一贯的做事方式，在专业团队出现空档的时候，让一个足够了解自己、信任自己的人先稳住局面，比突然找一个完全陌生的经纪人接手更加保险。娱乐圈里，资源固然重要，但艺人与经纪人之间的沟通效率同样关键。一个合作多年的人，知道艺人的性格、习惯、底线，也知道哪些机会值得争取，哪些选择需要谨慎。这种长期磨合出来的默契，并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建立的。因此，这次外界更多关注的并不是赵丽颖团队是不是出现问题，而是认为这是一种阶段性的调整。对于顶级艺人来说，事业不同阶段本来就需要匹配不同类型的合作伙伴。任务完成之后重新寻找方向，并不代表失败，反而说明他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有清晰判断。很多网友也认可这样的安排，认为在专业团队交接期间，由刘珂这样熟悉赵丽颖的人暂时顶上，可以最大程度降低沟通成本，也避免因为人员变动导致工作节奏受到影响。相比临时空降一位所谓大牌经纪人，熟人兜底反而更加稳妥。其实从赵丽颖过去的发展轨迹来看，她一直不是一个完全依赖经纪团队安排路线的演员。从花千骨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她在多个事业关键节点都曾表现出非常强的个人判断力。很多时候，经纪团队负责分析市场，提供建议，但真正做决定的人始终是赵丽颖自己。花千骨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当年这部仙侠剧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好，团队内部也曾存在顾虑，但赵丽颖看中了花千骨这个角色的成长空间，坚持出演。最终，这部剧不仅成为现象级爆款，也让她真正站上了事业的新高度。如果当初只是按照市场最稳妥的选择走，或许就不会有后来那个让全国观众记住的花千骨。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同样如此。盛明兰这个角色对于演员来说并不容易，需要细腻地展现人物从少女到成年的变化，也需要长期沉淀。面对外界争议，赵丽颖依然坚持选择出演。事实证明，她的判断再次被验证。这部剧不仅取得不错的市场成绩，也帮助她获得金鹰奖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这些经历都说明，赵丽颖的事业发展从来不是单纯依靠团队推动，而是她自己不断判断、选择和坚持的结果。所以这次更换经济合作伙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她职业规划中的一次主动调整。成年人的世界里，结束一段专业但不完全合拍的合作关系，有时候比勉强维持更需要勇气。张磊这一年确实帮助赵丽颖打开了一些新的资源渠道，在高奢品牌和电影方向上做出了推动，这些成绩不能否认。但到了某一个阶段，也许懂你比能推你更加重要。一个优秀的合作伙伴，不只是能带来多少资源，更重要的是是否真正理解艺人的节奏、目标和长期规划。刘珂或许不是传统意义上拥有庞大资源盘的王牌经纪人，但他见过赵丽颖最艰难的时候，也陪伴过她从横店默默打拼到如今的位置。他知道赵丽颖一路走来的不容易，也了解她真正想要什么。这种多年积累下来的信任感，是任何突然空降的职业经理人都无法复制的安全感。对于赵丽颖来说，这次调整或许只是事业长跑中的一次短暂停靠，未来她真正依靠的依然不是某一个经纪人的光环，而是自己多年积累下来的实力、作品和判断力。看到赵丽颖经纪团队调整的消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担心，甚至开始猜测是不是团队出了问题，是不是合作闹得不愉快。但认真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反而觉得这更像是一位成熟演员在事业不同阶段做出的正常调整，而不是外界想象中的风波。张磊阶段性卸任，刘珂临时接手过渡，这两个名字的出现，其实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角色。张磊加入赵丽颖团队的时间并不长，却恰好处于赵丽颖事业升级的重要阶段。从飞天奖、金鹰奖双料视后之后，他需要拓展电影资源，提升高端商业版图，而张磊在这些领域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能够在有限时间里帮助赵丽颖完成新的布局，本身就是一份值得肯定的成绩。合作结束，并不意味着谁对谁错，更可能只是阶段目标已经完成，双方未来的发展规划出现了不同方向。对于成熟的职业合作来说，好聚好散远比勉强继续更值得尊重。真正让我觉得安心的是刘珂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他并不是临危受命的陌生人，而是陪伴赵丽颖走过无数个重要阶段的老朋友。从早年的造型工作到后来始终陪伴左右，他见证过赵丽颖最默默无闻的时候，也陪她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样的信任不是一两个月能够建立起来的，而是十几年共同经历风雨积累下来的默契。娱乐圈一直都很现实，资源重要，人脉重要，可对于已经站在行业顶端的演员来说，比资源更加珍贵的是彼此之间的理解。一个真正了解艺人的伙伴，会知道什么角色值得等待，什么机会应该放弃，也知道什么时候该冲，什么时候应该停下来沉淀自己。这种默契远比一纸合作协议更加珍贵。其实回顾赵丽颖这些年的成长，就会发现她从来不是一个完全依赖团队安排的人。无论是花千骨时期大胆挑战仙侠女主，还是后来出演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甚至近几年不断尝试现实题材作品，每一次关键选择都离不开她自己的判断。很多角色在接拍时并不被所有人看好，但她总能看到人物成长的空间，也愿意承担选择带来的风险。事实一次又一次证明，她相信作品，相信角色，也相信自己的眼光。也正因为如此，我一直觉得经纪团队对于赵丽颖来说
更像是陪伴他完成目标的伙伴，而不是替他决定人生方向的人。真正掌握方向盘的人，一直都是他自己。团队可以提供建议、分析市场、争取资源，但最终决定走哪条路的人，依然是那个不断突破自己的赵丽颖。这次团队调整也是如此。张磊完成了属于自己的阶段任务，值得感谢。刘科暂时承担起过渡责任，也让整个团队能够平稳运转。等到新的专业经纪团队正式到位之后，一切都会重新回归正轨。这种有计划、有节奏的交接，其实比突然宣布新人上任更加稳妥，也更符合赵丽颖一贯低调务实的处事风格。作为一路关注赵丽颖的观众，我反而觉得这次调整再次体现了她面对事业时的冷静与清醒。她不会因为外界的声音轻易改变自己的节奏，也不会为了所谓的话题制造轰动。她始终知道，演员真正能够站稳脚跟的，从来不是热搜，也不是某一个经纪人的光环，而是一部又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这些年，我们看着她从默默无闻的小演员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实力派演员，经历过低谷，也迎来过高峰。每一次转型都伴随着质疑，每一次突破都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可她总是用行动告诉大家，与其回应争议，不如认真拍好下一部作品；与其沉迷过去的成绩，不如继续寻找新的可能。所以，这次经纪团队的变化，在我看来并不是终点，而是新的开始。张磊留下了值得感谢的贡献，刘科带来了让人安心的陪伴，而赵丽颖依旧保持着属于自己的步伐。未来无论新的经纪团队是谁，只要她依然坚持对作品的要求，坚持对角色的敬畏，坚持对演员这份职业的初心，相信她还会带来更多令人惊喜的作品。真正优秀的演员，从来不会因为一次团队调整而失去方向。赵丽颖这些年积累下来的实力、口碑和观众缘，才是她最坚实的底气。对于喜欢她的人来说，我们期待的也不是下一位经纪人是谁，而是下一次在大荧幕或荧屏上，再一次看到那个不断突破自己、不断带来惊喜的赵丽颖。赵丽颖沉寂1年后的重磅回归，做澎湖海战月底即将上映。果然，真正能让演员站稳脚跟的，永远还是作品。娱乐圈风云变幻，热度来得快去得也快，但一个演员真正的底气，往往藏在那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角色里。你永远不知道哪个沉默蓄力的人，会在某一天突然放出大招。谁能想到，停更127天后的赵丽颖，重新出现在大众视野时，带来的不是普通的流量话题，而是澎湖海战这样一部重量级作品呢？又是谁把郑宝瑞和赵丽颖这2个看似毫无关联的人联系到了一起？在青统台大片相关话题出圈之后，赵丽颖饰演的黄河娘一角也被重新带回大众视线。尤其是那个廊下发问的片段，更是让不少观众印象深刻。随着澎湖海战正式官宣，赵丽颖接连登上热搜，她过去的作品、采访、角色经历也被网友重新翻出来讨论。很多人感叹，果然还是老牌演员有实力，不仅演技经得起考验，更重要的是选角色的眼光够狠。她不靠频繁曝光维持存在感，而是在一次次作品里证明自己。不得不承认，赵丽颖确实有这样的底气。除了当年现象级爆火的《花千骨》，她手里真正拿得出手的作品并不少。她曾经是仙侠剧领域极具代表性的女演员之一，与霍建华合作的《花千骨》当年创造了极高的话题度和收视成绩。多年之后，两人在《知否》中再次合作，赵丽颖饰演的盛明兰更成为许多观众心中的经典角色，甚至成为不少人的意难平。赵丽颖的可塑性也不仅仅停留在古偶领域，她能演大女主，也能驾驭现实题材和正剧。《幸福到万家》播出之初，虽然曾引发一些争议，但随着时间推移，观众对这部剧的评价逐渐回升，
赵丽颖饰演的何幸福也成为她转型路上的重要代表角色。而在正剧领域，她同样交出了自己的答卷，比如《小城大事》，当年凭借基层干部题材，在央视8套播出时杀出重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其中不得不提到张艺谋执导的第20条，因为某种意义上来说，易烊千玺也是《小城大事》的受益者之一。《小城大事》不仅让赵丽颖再次被观众看到，也让很多人重新关注到她身上那种不同于流量演员的表演能力。观众看到的不只是所谓转型后的赵丽颖，更看到了一个真正能够撑起基层干部角色的演员。去年，部分85花转型过程中曾遭遇质疑，甚至导致后续正剧项目一度不被看好。因此，小城大事最初宣传力度并不算高，更多依靠主演自身的号召力和作品质量慢慢发酵。而如今，因为澎湖海战的热度，小城大事在央视平台上的讨论度甚至超过了一些正在播出的新剧。这就是好作品最大的力量，它不怕被比较，也经得起时间沉淀。当机会真正到来时，它总能接住属于自己的那份关注。不得不说，今年或许真的会成为澎湖海战的一年。小城大事的热度还未完全消散，拥有强大阵容的澎湖海战便接踵而来。随着定档预告释出，这部作品的话题度迅速拉满，外界也隐隐感受到一种大爆的趋势。其中，易烊千玺同样成为讨论焦点。而在澎湖海战中，他饰演的是康熙。因为易烊千玺，不少网友再次想起了郑宝瑞，也重新回忆起这部历史题材作品背后的厚重感。有人想起施琅与黄河娘之间的权谋较量，想起那段充满压迫感的历史故事；有人想起王学垠饰演的施琅，想起倪大红哭着说出家族那个权字背后的苍凉。所谓完整，到最后竟然意味着什么都不剩。还有冯锡范这个角色，明明阴狠复杂，却又带着一种令人难忘的魅力。今年有一句流行语说，一条热搜背后是另一条假热搜。这句话放在澎湖海战和赵丽颖身上，似乎格外贴切。一个选择沉默积累，一个不断制造话题。当年的娱乐圈女演员各有各的锋芒和狠劲儿，不像如今很多人看起来相似，连走红和淡出的轨迹都越来越接近。说起来，7月或许真的会成为赵丽颖的翻红月。这不仅仅是因为网友重新考古王学垠、倪大红等老戏骨，更因为澎湖海战即将到来。这部由郑宝瑞执导、易烊千玺、王学垠等主演的作品将于7月25日播出。由于它承载了太多观众对于历史剧和实力派演员的期待，自然免不了被拿来与过去的经典作品比较。而说到赵丽颖，就不得不再次提起《花千骨》。当年的《花千骨》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大爆剧。赵丽颖、霍建华、马可等主演全部凭借这部剧获得巨大关注，蒋欣等配角也因此被更多观众熟知。剧中更留下了许多至今仍被讨论的经典场面，比如赵丽颖饰演的花千骨喊出的那些令人心疼的台词，比如她一袭蓝衣站在白子画对面，回眸之间透露出的倔强与痛苦。花千骨这个角色为什么能够成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赵丽颖赋予了她一种特殊的生命力。明明是娇小的身材，却能让观众感受到强大的内心。她不是单纯的柔弱，而是在脆弱中藏着力量。而相比之下，澎湖海战中的黄河娘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物。她没有古偶角色那种天然的仙气，也没有传统女主的浪漫滤镜，她更多的是复杂、隐忍和权谋。从目前曝光的预告来看，部分观众认为黄河娘这一角色还没有完全展现出当初赵丽颖塑造时的那种神韵，尤其是在眼神表达上以及人物气场方面，包括王学垠饰演的施琅也同样面临着观众对于经典角色的比较。但也正因为如此，澎湖海战选择重现当年黄河娘与冯锡范之间那场权谋戏，才显得更加大胆。
要知道，那场政变本身就是历史题材中的经典桥段。当年赵丽颖饰演黄河娘时，仅凭台词表现就曾引发热议。剧播出后，这段戏更成为她演技上的高光时刻。她把一个原本并不讨好的泽夫人角色，演出了让观众心疼的一面。很多人甚至一开始以为她只是客串，但实际上这个角色戏份并不少。如今，澎湖海战重新演绎这段故事，自然会被拿来比较。从预告来看，有网友认为无论是人物状态还是表演细节，都还有一定差距。如果作品正式播出后能够展现出更强的完成度，赵丽颖或许真的会再次迎来一次自动翻红。因为对于真正有代表作的演员来说，翻红从来不是靠营销，而是靠作品重新唤醒观众记忆。澎湖海战和如今部分古偶剧之间的对比，也引发了不少关于演员表演能力的讨论。很多观众感叹，现在一些演员和过去相比，眼神戏的差距似乎越来越明显。过去的演员，一个眼神里就能包含复杂情绪，喜怒哀乐往往不用台词解释，观众也能感受到角色内心的变化。而如今部分演员的表演，有时候像是把情绪、眼神和哭戏割裂开来。情绪是情绪，眼神是眼神，落泪只是落泪。哭戏时大喊大叫，却没有真正让观众感受到人物内心的痛苦。眼泪流下来，却像是完成一个表演动作，而不是角色自然流露出的情感。所以也难怪过去一些演员能够凭借老作品隔空掀起讨论，甚至多年后依然能够重新翻红。因为真正优秀的表演，从来不会随着时间消失。好演员的底气，就是那些能够留在观众心里的角色。而赵丽颖如今一次次被重新讨论，也恰恰证明了一件事：作品才是演员最硬的底牌。沉寂了1年多之后，赵丽颖终于带着澎湖海战重新回到大众视野。看到这部电影定档的消息，我最大的感受不是终于等到她的新作品，而是再一次印证了一个道理：真正能够让演员长久站在聚光灯下的，从来不是热搜，而是作品。这些年，娱乐圈更新换代越来越快，今天的话题人物，明天可能就被新的流量覆盖。可真正拥有代表作的演员，却总能在沉寂之后重新被观众想起。赵丽颖就是这样一种演员，她没有刻意维持曝光率，也没有不断制造话题，而是选择把更多时间留给角色。当127天没有公开更新动态之后，她再次出现，带来的不是综艺，不是商业炒作，而是一部备受期待的历史题材电影《澎湖海战》。这种回归方式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一切。回头看看赵丽颖这些年的演艺道路，其实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从花千骨的花千骨，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盛明兰，再到幸福到万家的何幸福，以及小成大事中扎根基层的干部形象，她一直在不断突破观众对她的固有印象。很多演员会被一种角色定型，但赵丽颖一直在主动打破舒适区。她可以是仙侠剧里纯真倔强的小谷，也可以是古装宅院里隐忍智慧的明兰，更能够成为现实题材中坚韧勇敢的何幸福。尤其是小成大事，让很多观众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她早已不只是流量时代的偶像演员，而是一位能够撑起现实主义作品的实力派。我一直觉得，一个演员真正的成长，不是在最红的时候，而是在愿意放下光环，重新开始的时候。赵丽颖近年来几乎每一次选择，都不是最轻松的路。她愿意为了角色晒黑皮肤，改变形象，甚至放弃观众最熟悉的美丽滤镜，只为了更贴近人物本身。这种坚持，也让她慢慢完成了从人气演员到实力演员的蜕变。而澎湖海战中的黄河娘，无疑又是一场新的挑战。从目前公开的预告来看，这个角色和赵丽颖过去塑造的任何人物都截然不同。黄河娘没有花千骨的天真，没有盛明兰的温婉，也没有何幸福的质朴。
他身上更多的是隐忍、权谋、克制以及复杂的人性。这种角色非常考验演员的眼神表达，因为很多情绪并不会直接通过台词说出来，而是隐藏在每一次沉默、每一次停顿、每一个细微的表情里。不少网友已经开始把预告片中的表现与赵丽颖过去塑造角色时的经典片段进行比较，这其实也是优秀演员必须面对的考验，因为代表作越多，观众的期待就越高。但我反而觉得，这正是赵丽颖最值得期待的地方。她从来不会重复过去成功的自己，而是不断寻找新的可能。即使面对比较，她依然愿意挑战新的角色，而不是停留在最安全的舒适区。更让我期待的，其实不仅仅是赵丽颖个人，而是整部《澎湖海战》的演员阵容。郑宝瑞执导，加上王学垠、倪大红、易烊千玺等实力演员共同出演，让整部作品拥有了厚重的历史质感。历史题材最难的地方，从来不是还原服化道，而是让观众相信那个时代的人物真正活过。只有每位演员都沉浸在角色之中，这样的作品才有可能真正打动观众。近几年，不少观众都在感慨，现在一些影视作品越来越依赖特效、流量和营销，却忽略了演员最重要的基本功。尤其是眼神戏，有时候台词很多，情绪却很空，眼泪很多，却很难让人真正共情。反观过去那些经典角色，很多时候一句话都不用说，一个眼神就足够让观众理解人物内心的挣扎。真正优秀的演员，不需要刻意煽情，就能让观众跟着角色一起喜怒哀乐。赵丽颖这些年能够不断被观众重新提起，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如此。无论过去多少年，花千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幸福到万家，甚至小成大事，都会不断有人重新观看，重新讨论。这些角色已经成为观众记忆的一部分，而不是短暂的话题。所以，我并不认为赵丽颖这一次是所谓的翻红，因为真正有实力的演员，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她只是暂时安静下来，把时间交给生活，把精力交给作品。当新的角色成熟之后，再用作品重新和观众见面。这样的演员，也许不会天天占据热搜，却总能在每一次新作上映时重新吸引所有人的目光。7月底，《澎湖海战》即将正式上映，最终这部作品能否达到观众的期待，还需要等待影片真正接受市场和观众的检验。但至少从目前来看，它已经让很多人重新开始关注历史题材，也重新相信好演员依然能够凭借作品赢得掌声。对于赵丽颖来说，这或许不仅是一部新电影，更是她又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而对于喜欢她多年的观众来说，我们期待的从来不是她有多少热搜，也不是她制造多少话题，而是希望看到那个不断挑战自己、不断突破自己的赵丽颖，再一次用角色打动每一位走进影院的观众。因为时间终究会带走流量，却永远带不走真正优秀的作品。对于一个演员而言，能够留在观众心里的角色，才是最珍贵，也是最有力量的底牌。赵丽颖闺蜜刘珂临时接手暂代经纪人。近日有消息称，赵丽颖的原经纪人张磊已经于今年6月底进行了阶段性卸任。目前，赵丽颖的团队正处于调整与过渡阶段。据悉，在这一特殊时期，赵丽颖多年的好友刘珂暂时接手，担任代理经纪人的角色，负责包括商务合作沟通、日常行程安排、影视项目对接等多方面事务。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一安排只是阶段性的过渡方案，并非长期固定模式。目前，新的专业经纪团队仍在进一步接洽和梳理之中，未来团队配置也将逐渐明确。说起赵丽颖的好友刘珂，相信不少关注赵姐多年的粉丝并不陌生。两人的缘分其实很早就开始了，在赵丽颖还处于横漂时期时，刘珂就一路陪伴在她身边，
见证了他从一个默默努力的新人，一步步成长为如今的飞天奖、金鹰奖双料视后。早些年，刘珂还曾担任过赵丽颖的造型师，对她的个人风格、工作状态以及事业规划都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多年的相处，让两人之间积累了非常深厚的信任基础。对于一个演员来说，经纪人的角色不仅仅是安排工作，更重要的是理解艺人的想法，把握事业方向，知道哪些选择符合他真正想走的道路。而刘珂与赵丽颖多年的友情和合作经历，也让他在这个过渡阶段能够更好地衔接各项事务，帮助团队维持稳定运转。回顾赵丽颖一路走来的事业历程，她曾先后与贺茹、黄冰、李雪、张磊等多位经纪人合作，从早期的默默积累，到后来凭借《花千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等作品实现事业突破，赵丽颖一次次证明了自己的选择能力和对角色的判断力，能够从众多项目中挑选出适合自己的作品，并不断突破自身定位。这背后除了演员本人的努力，也离不开团队在不同阶段给予的支持和规划。如今，团队进入新的调整期，而由熟悉自己的好友暂时接手，对于赵丽颖来说，或许也是一个更加轻松和安心的过渡阶段。毕竟，在忙碌的娱乐圈里，能够有一个了解自己多年，知道自己坚持什么的人陪伴身边，本身就是一件难得的事情。相信随着新团队逐渐完善，赵丽颖未来也会继续带来更多优秀作品，开启事业新的篇章。看到赵丽颖团队进入调整期，不少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担心，但认真了解之后才发现，这次更像是一次平稳的过渡，而不是外界猜测的动荡。张磊阶段性卸任后，赵丽颖并没有急着让陌生人全面接手，而是由相识多年的好友刘珂暂时代管经纪事务，这样的安排反而让人觉得十分安心。娱乐圈的工作节奏快，压力大，经纪人不仅要处理商务合作、影视项目和日常行程，更重要的是理解演员真正想要什么。如果彼此之间缺乏信任，再专业的能力也需要很长时间去磨合。而刘珂恰恰拥有别人难以替代的优势，他陪伴赵丽颖走过横漂岁月，也见证了她一步步成长为飞天奖、金鹰奖双料视后。从早年担任造型师，到如今临时承担经纪工作，他了解赵丽颖的性格、工作习惯，也知道她对于作品和角色一直有着自己的坚持。这份多年建立起来的默契，并不是短时间能够培养出来的。回顾赵丽颖这些年的事业轨迹，其实会发现，她每一次重要的转折，都离不开团队与个人共同做出的选择。从《花千骨》让她真正走进大众视野，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风吹半夏与凤行等不同类型作品不断突破自己，她始终没有停留在舒适区，而是一次又一次尝试新的角色、新的表达方式。很多人看到的是角色成功，却容易忽略背后团队长期的规划与配合。不过，更值得佩服的还是赵丽颖自己，她从来没有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某一个经纪人或某一个团队身上，而是始终保持着对作品的判断力。好的团队能够锦上添花，但真正决定演员高度的，永远还是演员自身的实力、眼光和坚持。这也是为什么无论合作伙伴如何调整，大家依然相信他能够继续走得很远。其实，一个成熟演员的发展，本来就会经历团队不断优化和升级的过程。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资源和规划，人员调整也是行业中的正常现象。只要过渡顺利，反而能够为下一阶段的发展积蓄新的力量。刘珂此次只是临时代理经纪人的角色，并不意味着未来团队已经最终确定。随着新的专业经纪团队逐步完善，相信赵丽颖的工作节奏也会越来越稳定。对于粉丝来说，与其过度关注人员变化，不如期待她下一部真正值得等待的作品。一直以来，赵丽颖最打动人的地方，从来不是热搜有多高，也不是话题有多热，而是她始终把作品放在第一位。
无论团队如何变化，他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的态度并没有改变，这也是大家愿意一直支持他的重要原因。希望这次调整能够顺利完成，也期待未来的新团队能够与赵丽颖形成更好的默契，为她争取更多优质作品。相信经历这段平稳过渡之后，她依旧会带着熟悉的那份坚定，在新的影视作品中继续带给观众惊喜，用一个又一个精彩角色证明，真正能够陪伴演员走得长远的，始终是实力与作品。酷85花3字是后退圈，不是热依扎、赵丽颖与翁德利，她成最大可能。最近娱乐圈内突然炸出一个大瓜，说有为85花的3字事后要退圈，消息传得有鼻子有眼，符合条件的人选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网友挨个排查下来，范围缩得越来越小。这场猜测大戏越演越烈，有人被排除，有人被躺枪，还有人莫名其妙实现口碑飙升。酷85花3字是后退圈，不是热依扎、赵丽颖与翁德利，她成最大可能。热依扎率先被排除。7月9号，这传闻刚出来的时候，最多人猜的就是热依扎，名字3个字，实打实的飞天奖事后，加上之前就有消息说她放慢了工作节奏，几条线索凑在一起，很容易就对上了号。但其实答案早就摆在那里，她本人之前就专门发过长文回应过这件事，说自己只是暂时停下工作，根本不是要永久离开演艺圈。她做出这个选择的原因也很实在，家里父母都70多岁了，孩子还小，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演员这份工作又经常要长时间在外拍戏，两头实在顾不过来，这3重身份没办法同时兼顾到位，所以他才主动把重心往家庭那边挪了挪。这种阶段性的调整和彻底退圈完全是两码事。作为靠《山海情》里水花一脚拿奖的实力派，他的演技一直很受认可，事业本来处在稳步上升的阶段，他自己对演戏的热情也没减，话里话外都留着余地，家里情况稳定了，有合适的机会，他还是愿意回来的。他甚至还跟观众半开玩笑地说，别给他机会，给机会就给大家瞧好的。这么一看，退圈2个字跟他完全不沾边。除了他之外，还有人把矛头对到了赵丽颖那里，而效果也是出乎人意料之外。赵丽颖躺枪反获利。提到85花事后，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丽颖。作为85花里实际最硬的一位，手里攥着2座重量级奖杯，光凭风吹半夏一个角色就拿下2项国家级大奖，这份成绩在同年龄段女演员里相当能打，所以传闻刚出来的时候，也有不少人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她。但赵丽颖退圈这个说法，稍微了解情况的人都觉得不靠谱。她最近确实露面不多，有差不多1年时间没接新戏，导致外界各种猜测都冒了出来，什么无戏可拍、资源下滑之类的说法传了一轮又一轮。可实际情况是，她现在的地位早就到了挑剧本的阶段，不是被剧本挑的阶段，手里攒着的硬实际足够支撑她慢下来选自己真正想拍的东西。有意思的是，这次退圈传闻反而给丽颖带来了一波反向宣传，粉丝借着这个词条挨个科普起她的事后头衔，把她的成绩摆出来，路人看了也跟着长见识。更有意思的是，之前那些总爱踩她的人，这会儿为了把退圈的人往她身上套，反倒先承认了赵丽颖事后的身份，前后反差有点滑稽。之前白玉兰丽颖还被拿来当垫脚石，跟其他几位85花比来比去被踩了一波，结果这次莫名其妙因为一个传闻，反而让更多人重新认识到她的奖项实际。排除了前面2位85花，最后范围就落到了这一位事后身上，确实与她许久未见。最大嫌疑人后梦瑶这个名字很多人听着觉得陌生，确实也是因为她太久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了，没新作品，没公开活动，社交平台也没什么动态，整个人像消失了一样。但一提到花木兰，不少人尘封的记忆想必就被勾起来了。她演的花木兰传奇
当年在央视一套播出，关注度还挺高。她也正是凭借这个角色拿到了金鹰视后，起点其实相当不错。那时候她还演过《多情江山》里的董鄂妃，《上官婉儿》里的女宰相，古装扮相很有辨识度。但从那之后，她的作品就越来越少，最近几年几乎是查无此人的状态。翻遍她的履历，后期能叫得上名字的作品寥寥无几，连营销号盘点85花的时候，都很少有人会提到她的名字。这种长期不露面、没新产出的状态，跟退圈其实也没什么本质区别，观众早就默认她不在这个圈子里混了。所以真要是她的话，反而没什么好惊讶的，本身就已经淡出这么多年，大众对她的记忆还停留在花木兰时期，现在正式宣布退圈，顶多算是给一个早就发生的事实补个官宣。狗仔把这件事拿出来大做文章，多少有点小题大做，吵来吵去，最后发现是个大家都快忘了的人，落差感不是一般的大，反倒是安安静静过自己的日子，不被打扰也挺好的。娱乐圈最近又被一则85花3字事后退圈的爆料搅得沸沸扬扬。由于爆料没有点名，只留下85花3字名字事后几个关键词，网友很快开启了猜人模式，各种分析推理层出不穷。不过截至目前，这类消息仍属于网络传闻，并没有得到当事人或权威渠道证实，因此仍需保持理性看待。传闻刚出现时，呼声最高的人便是热依扎，她名字正好3个字，又凭借《山海情》中水花一角获得飞天奖最佳女主角，加上此前曾公开表示会放缓工作节奏，因此不少网友第一时间将她列为猜测对象。然而，热依扎其实早已回应过类似话题。她曾坦言，父母年事已高，孩子还小，而演员工作长期在外拍摄，很难兼顾家庭与事业，因此她只是希望把更多时间留给家人，属于人生阶段性的调整，并非永久退出演艺圈。她也表示，只要未来遇到合适的作品，依然愿意重新投入表演。由此来看，将她与退圈直接画上等号，显然并不准确。随着热依扎被逐渐排除，另一位频繁被提及的名字便是赵丽颖。作为85花中成绩最亮眼的演员之一，赵丽颖凭借《风吹半夏》等作品先后获得飞天奖、金鹰奖最佳女主角等奖项，早已完成从流量演员到实力派演员的转型。因此，每当娱乐圈出现有关85花事后的讨论时，她几乎都会成为网友关注的对象。不过，赵丽颖近期虽然放慢了拍戏节奏，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进组拍摄新剧，但业内普遍认为，这更多是她主动筛选剧本、控制作品数量的选择，而不是资源减少或准备退圈。以她目前的行业地位，并不存在无戏可拍的问题，相反，她拥有更多时间去等待真正适合自己的作品。有意思的是，这次网络传闻反而让赵丽颖收获了一波意外关注。许多网友重新梳理了她近年来的获奖经历和代表作品，也让更多路人再次认识到她在影视领域积累下来的成绩。某种程度上，一场没有根据的猜测，反倒成为了一次关于演员实力的讨论。随着热依扎和赵丽颖都陆续被网友认为不符合条件，不少讨论开始转向另一位名字较少被提及的演员后梦瑶。后梦瑶因主演《花木兰传奇》而受到广泛关注，并凭借该剧获得过金鹰奖相关荣誉。随后，她还出演过《多情江山》《上官婉儿》等影视作品，在古装剧领域留下了一定印象。不过近几年，后梦瑶确实很少公开露面，无论是影视作品还是公开活动，都明显减少。因此，不少网友认为她是目前网络猜测中可能性较高的人选。但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并没有任何官方消息证实后梦瑶已经退圈。所谓最大可能，更多只是网友依据公开信息进行的推测，并不能作为事实依据。演员减少公开活动，降低作品产量，并不意味着已经正式退出演艺圈。
事实上，近年来越来越多演员开始主动放慢工作节奏，有的人把时间留给家庭，有的人等待更好的剧本，也有人选择暂时沉淀自己。这种职业规划越来越普遍，也反映出演员对于作品质量和个人生活平衡有了更多思考。相比热衷猜测谁会退圈，或许观众更应该关注演员最终带来的作品。对于真正优秀的演员而言，短暂的沉寂未必意味着离开，有时候只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而对于此次85花3字事后退圈的爆料，在没有官方确认之前，仍应保持谨慎态度，不轻信，不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等待当事人的正式回应，才是更加理性的做法。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